我原以为受了这场惊吓的小狼会拼命挣扎、反抗，甚至咬人，但小不点始终不开口，哪怕疼，它也咬着牙，出乎意料的配合。一双小眼睛就这样盯着我们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而福仔的表现则不同，他把我们的屋子里里外外全部检查了一遍，包括嗅闻我们的味道。门开着，福仔有机会独自逃跑，但他检查完一切就回来守着小不点，发出关切的声音。小不点儿跑不动，福仔不会丢下他。狭窄幽暗的空间能给他们更多的安全感。小的在里面，大的钻不进去。我们去挖个洞，让他们安心一点。好香！刚开始2天，小狼们不吃不喝，哪怕用筷子撬开狼嘴硬塞给他，他也不吃。这样下去，营养跟不上，让人担忧。小不点儿跟其他小狼不像是同一窝的，你发现没？它明显更怕人了。是狼群收养的吗？那有可能啊，这福仔明显要大得多。差不多了，你去抱出来吧。小狼，小狼，这没有你自己家里住着舒服，将就住，好不好？只可惜双截棍没找到。小的明显更怕人，不知道他还经历过什么。要不我给你们唱首歌，你们乖乖睡觉。소야지루 자리 불어유 소야 자리 잠에 불어유 나나누 부수라유 소야라 엔디군주是幻觉，还是某种指引？夜晚，我似乎听到了一场神秘的对话。
这天清晨，福仔突然肯吃肉了，吃饱了还带回洞里给小不点儿。他俩一旦开吃，食量惊人，似乎在为什么储备着体力。我们始终没有找到双节棍的下落。小不点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该送他们回去了。在相处的7天里，虽然福仔和小不点最终认同了我们，但依然不改野性和防备。不怪他们，他们被人掳走，自然不会对人抱有幻想和感激。在他们的眼里，人始终是掠夺者，哪怕对他们再好，也不如还他们自由。荒野之心，从他们睁眼看见真正的母亲那一刻起，就醒世了。回家吧，小狼。几天后，我们在山里看见了福仔、小不点儿和飞毛腿在一起，3只小狼已经汇合了，这就意味着母狼已经把它们找回来了。不知道他们一家团聚的时候该是怎样一场悲喜。如果双节棍也在，该有多好。不过没瞧见母狼呢，劫后余生，他应该是把小狼们看得更紧啊。我很想确定一下小不点儿是不是已经痊愈了，于是摸到狼窝附近去看。过去了之后呢，小家伙们还在那儿玩，而这个福仔和小不点儿，因为跟我们是打过交道的，不是特别的回避我们。飞毛腿呢有一点顾忌，因为他跟我们没有交道哈。飞毛腿就在一边看着他的哥哥弟弟们在那玩，有个人来你们都不躲呀。
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拍。正在这个时候呢，辣妈回来了，叼着一只毯子。然后当时辣妈一看见我，居然敢翻过山越界过来了，看着他们的孩子，然后这些小孩居然不躲，辣妈当时气坏了，浑身的毛都扎得像个惊叹号一样，直接就向我冲过来啊！我当时手里一抖，还摁了一下快门，就那一张辣妈冲我冲过来的那一张照片，我居然还留下了。然后接着就是我很狼狈的翻滚下山了。所以后来我们也就保持远距离，然后反正他们也接受我们的存在，我们呢也就持续远远的看他们。小狼们的食量越来越大，猎手们每天忙于外出捕猎，即使留守在狼窝边的辣妈和元老也不得不抽空觅食。我只有趁元老值班的时候才敢靠近一点。这只老狼比较好通融，它看见我过去时就会离开去喝水或者找点吃的，给我和小狼们留下相处的空间。但是只能看不能碰。我一直觉得辣妈就是想弄死我，不过后来看见另一只狼被辣妈咬得夹着尾巴逃跑，我心里就舒服了。我们记录下了狼群几乎所有的成员，但头狼始终不出现。即使是他给母狼带回食物，也是在远离我们的冬季草场上交接。小狼出窝了，我们也感觉完成了一件事儿，剩下未了的心愿就是寻找河流了。持续1个月的大暴雨引发了水灾，大草原成了一片泽国。你看，海都没远把头，你看水进了，这前头的这个水嘞，房屋进水，车辆抛锚，草木腐荒。水退后，口蹄疫爆发了。草原上到处可见病死的牛羊。疫情期间的牛羊肉，人是不敢吃的。食物短缺，对人和动物都是一场灾劫。我每天到屋后山坡上去寻找野菜，这时候的乔默突然让我刮目相看了。他总能奇迹般的在我挖野菜的后山坡找到猎物来打牙祭，我们也只有羡慕的份儿。有一次，我眼看着乔默叼回来一只挺新鲜的野兔，很眼馋，刚走过去想跟他商量一下，他立刻把兔子从头到尾舔了一遍。好吧，算了。
被咬死的，咬了侧面牙洞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旱獭，你说乔莫厉害吧？啊，厉害，见过这么大的吗？你说他有这么强的野外生存能力，他干嘛还要找我们呀？你来拎一下，很重很重，20斤以上，这么大的塔子。大量病死的牛羊无法掩埋，急需食腐动物来清洁草原。而这时，传来了让我意想不到的消息。我们的3只小狼福仔、飞毛腿、小不点也下山吃死牛，可是不走运，正好遇见了死牛贩子。他们抡起狗棒，骑着摩托就开追。3只小狼赶紧逃命，福仔和飞毛腿跑得最快，他们已经越过了围栏。可是小不点腿上有旧伤，他跑不快，眼看着就快被人追上了。福仔突然掉头回去，挡在小不点和人之间。小不点逃脱了，福仔被当场爆头。后来有关部门查处了死牛贩子，牧民托人把福仔的躯体带回了狼山。我们在狼山的山谷里挖开1尺净土，把福仔放回草原的怀里。他的眼睛闭不上，有2行粉红色的血泪就顺着他的眼角一直流到鼻尖，最后滴落在我们曾经一起玩耍的草地上。到草原已经大半年了，我们始终没有找到格林，但却意外地得到了双截棍的下落。他被送到了几十公里外。当我们闻讯赶到时，刚好错过，双截棍已经在当天上午逃脱了，只留下他被囚禁时候的影像。好漂亮的马哦！饲主说，双截棍被抓来几个月，只做了一件事情：越狱。刚开始他不吃不喝，
把自己饿瘦，从龙缝里钻出去逃跑。后来人们就用铁丝捆住他的脖子，把他拴在院子里当狗养。没想到双截棍终究还是找到机会挣断铁丝逃跑了。哦，这儿是不是这儿？这儿有个洞，这个地方应该是大的。跑了就好，这是最好的结果。入了冬，狼群往往跟着牦牛群走，猎食牛群中的老弱病残。牧民朋友动员我们也跟着牛群前去他们的牧场，或许遇见格林的机会更大一些。何况前些日子狼群才打了他们一头牦牛吃，可能还会再去的。我们犹豫再三，还是决定不走，就留在小屋。结果牧民刚牵场的当晚，狼群就来了，一共4只狼。奇怪的是，我们的看家狗居然没报警，是易峰发现的。我们不敢开灯，黑夜里也看不清他们在做什么。直到狼群离开了，我们大着胆子出去看时，乔默才开始叫了起来。一峰，拿手电筒，你把那个灯光举到乔默这儿，我看看。好，跟着乔默走吧。你刚才出来就看见狼了？对。害怕吧？你才害怕呢你。锁定乔默，锁定乔默。哎，乔默这个叫声有点危险的。好，继续走。他不让我们走了。哦。肯定觉得危险，他不要我们走了。回去吧，相信他的直觉。乔默不敢追。我们收回被狼拆掉的监控来看，原来乔默事先已经被辣妈警告过了。第二天，我们再查看狼群的踪迹，延伸到屋后的山坡上。在它们逗留的地方，撒着很多揉碎了的马脖，这是狼的伤药。几天后，我突然在离小屋不远的草场上看见了辣妈。是不是盯着我们的？他在那儿守着一个什么死东西，那么多乌鸦，但是他又没吃，好怪啊！我还是想过去看看。直到下午，辣妈仍然在原地守着，边赶乌鸦边望着我们，太反常了。我还是决定鼓足勇气过去看看。我在离辣妈100多米远的地方跟她对视了大概20分钟，而她看我始终不敢过去，于是缓慢地离开了。直到确认辣妈已经走远，我才去查看她遗留下的东西。呼叫一峰，发现一匹死狼，就在这儿。怎么
么可能啊？是一匹狼，确实是一匹狼。快，你快过来看一下。好的，马上赶到，马上赶到。等等，它还在喘气，好像是活的，还在喘气。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哦，飞毛腿啊！它肚子上有个洞，你记不记得上一次那个牦牛，它去单挑那个牦牛，被牦牛顶了一下的那只？大狼呢？大狼撤了，我在这儿已经有点久了。你看看它眼睛有没有事儿？刚才渡鸦啄它眼睛。没有知觉了，好像。有，它眼睛在睁。哎呀2、3年了，都没摸过狼了。好烫啊！好伤。我去把急救包拿过来吧，但是没绷带了。你都拿去包羊了，有纱布就行，一会儿用我的腰带绑一下。去吧，死狼当活狼医了。飞毛腿的伤口周围裹着马脖的粉末，皮毛被母狼舔理得很整洁。从狼群打为牦牛时，飞毛腿被牛角挑伤，到现在已经快20天了。恐怕也只有狼才能坚持得这么久。也许他是在跟随辣妈去寻找马波疗伤的路上，再也走不动了。而辣妈，她把我们当做了拯救孩子的最后希望。消毒、缝合、消炎，保持体温，尽人力，听天命。野生幼狼成活率极低，一大半的小狼活不过头1年。它们从刚出生就要面对凶险的世界，狼的每次猎食都是在以命相搏。我们没法挪走它，也不敢离开，怕我们一走，乌鸦再来啄它的眼睛，兀鹫把它生吃活掏。它还是7个月大的孩子，就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天。我们只能这样抱着它，陪着它，怕它冷，怕它痛，怕它醒来哭着找妈妈。一直守到天黑，兀鹫飞走了，我们才回家。第2天天不亮，我们就去看飞毛腿。可是到了老地方，小狼和狍子都不见了。附近的积雪上留下了一串硕大的爪印。1、2、3、4，这儿是那个爪子的分界线，这2个后爪印，前爪印它就是圆一点的。屁股发麻，我突然觉得，哎，怎么会是熊爪印？我们防着兀鹫和乌鸦，却没料想还有别的野兽。辣妈把飞毛腿托付给我们，我们却大意了。无论死活，得把小狼找到。可是这么大的草原，上哪儿去找啊？找了3天，也没找到飞毛腿。回到家时，被咬死的兔子倒是发现了好几只。看来乔莫在家并没闲着。既然他这么能干，能不能带我们找到飞毛腿呢？
残骸。犬科动物，你知道我想说什么？你看这个毛色，表面上的毛的时候。条吗？发现了。嗯哼。从爪子判断有点像狼哦，包括肤质，一模一样。这一块毛是狼毛无疑。是，确定无疑。那，取出来看看，有壁石就能确定。还没有这儿。三角形，两个壁石都在。你看它的前胛骨很小，肋骨也很小，应该是个小狼，4、5个月大的小狼。这是一具5个月大的小狼的残骸，死亡时间应该是在2个多月前。它肢体完整，虽然没有被动物啃食过，但也干枯的难以辨认。只是这尾巴看着很像双截棍的。但是它不是已经逃脱了吗？怎么会死在这儿？我揪着心继续清理，很快就在小狼的脖子上发现了人类的东西。这个是致命的，被勒死的。这个断头，我觉得这个断头是扭断的。那么也就是这个断头这个应该是扭断的，这个是在扭的过程当中缠上去的。穿进去以后，它挣扎，反复的扭，这么大的。你看这个套子上有没有那种血的那种凝固的残迹？这一块可能就是上面还沾了很多，这估计是血迹。缠的毛，这是后脖颈，应该是他自己磨，毛都磨掉了，然后自己拧断跑出来的。确定是他了。我们当初只知道他挣断铁丝逃跑了，却没想到铁丝圈还套在他的脖子上。好，去掉。死了就让它自由吧，别带着人类的力量。铁丝圈夺走了小狼的生命，绝不能再捆绑他的灵魂。我想让他站起来，想让他睁开眼，看看这片他从小就没来得及多看一眼的草原。我们收集双节棍的骨骸，揉进粘土中，重塑狼身。它封存了双节棍的血肉，凝固了为自由赴死的狼魂。在这片草原上，曾经有一只小狼，带着铁丝圈，翻山越岭，奔跑在回家的路上。遥遥几十公里，经过人类的村庄、公路、黑河、草甸、沼泽、沙漠，属于它的时间不多了。它的身体每成长一点，喉咙上的铁丝就勒紧一点，死亡和家都在前面等着他。他用生命中最后的力量重返狼群，把最后的呼吸留在了家园。
挑出来看有多少？起码有1斤米。没有吧？哇！而且还很干净，一点土和沙子都没看。连耗子屎都没有哈。没有。我们的粮食被草原鼠给吃了，我们不得不冒着风雪出山备粮。在县城里，我听到了一个惊悚的传闻：狼群吃了一个人。这让我们很诧异，辗转打听了很多人，最后有知情者告诉我们，不久前他远远看见狼群拖了一个人上山去了。好，再见。好，拜拜，哎，谢谢了，拜拜。哎，好。后来还有人在山里发现了遇害者的衣服。我们问清了方位，去山里寻找。我觉得在那个山旮旯里吧。上来。啊？哦。放下你衣服啊！你看这，把相机放下吧。来，过来看一下。你捡起来，里面有没有死狼？是你那件，没错。怎么会弄到这儿来？这是我用来包裹飞毛腿的袍子。看来那天是狼群把它带走了，而我莫名成了狼伤人事件的遇难者。那么，又有多少狼吃人的故事是真实的呢？我们已经寻找格林1年了，如果他还活着的话，该4岁了。12月21日，清晨取水时间，我再次发现了叠放在一起的2只兔子，这让我越来越疑惑，因为在这之前，我经常在去河边打水的必经之路上发现猎物。还是软的。又捡到一只死兔子。你看看，肯定是今天早上的。昨天晚上的话，早就冻硬了。这些猎物基本都是被一口断后，甚至有一只兔子就放在我们的门外。这儿，爪爪，这边还有爪爪踩上来了，长毛酸血，长毛手掌，应该是今天早上，后半夜落的雪吧，后半夜落的雪害的吧。差不多。这是你带的？7只野兔，1只旱獭。如果这些都不是乔莫的猎物，那么是谁放在这儿的？你看乔莫，挠窗户叫我。好像他注意一个方向哎。狼雕好像被什么动物动过，我们决定放一组遥控摄像机在狼雕周围观察一下。这天狼雕又有动静了，于是我们赶紧打开监视器。
格林还记得我们的大白兔。分别3年了，我曾经幻想过无数次与格林再见面的场景，但绝不是在他孩子的墓前。福仔没了，小不点失踪，双截棍没了，只有飞毛腿死里逃生。格林的命是人救的，他的家也因人而散。这些年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？他们又能如何看待人类？先别管，追格林，快！格林，格林，格林，曾经我以为只要见到格林平安活着，所有的担忧就会一扫而空，我们会拥抱，会亲密无间，像所有童话的结局一样。而今我终于看到他了，却发现随之翻开的是更加沉重的一页。那边好像有东西，去看一下走。叼过来的那个啊，我看他们放下的羊羔啊！啊，对，小羊羔。这是我打水的地方。他是从什么时候就知道我们回来的？在山梁呼唤他的时候，别看我！在小屋升起人烟的时候，还是在狼窝前守护小狼的时候，我能感觉到他就在这狼群当中。幸福原本就在身侧，我们却为求之不得而苦恼。狼还是原来的样子，人走得太快了。他又来了，上叼了个啥东西？你不要喊哈，你喊了他也不会理你，还不如让我多看一会儿。东西在那藏啥呀？他在洗澡吗？抓鱼啊？两个人在那儿偷看人家洗澡。没看到有鱼啊？你刚才看他叼的是鱼吗？没看清楚，反正他放那儿了。还是打声招呼吧。
在看我们了。格林，格林，瓜娃子啊！哎呦，它看起来有点瘦啊。那个夏天的狼本来它换毛嘛，夏天的狼本来就瘦，更何况它身上湿的，一身那嘎嘎。啊，看到它真好。其实我看它精神都还不错的。它要走了，走，咱们过去看一下。它刚才叼了个啥？放哪儿了？走吧，走嘿。走。反正就在这块儿啊，我看它在放那儿了。对，然后这个是个什么？洗澡还带浴巾。像你的腰带呀。就是我捆飞毛腿的那条，你看，这里面，我当初应该是囫囵个儿脱下来的。哎呀，他们留了这么久啊！不知道这么多年的东西了，他还留着干嘛？哈臭臭的哈。人与狼，若即若离，亦敌亦友。我们付出的每一点爱，都去了它该去的地方。那些我们爱过的生灵，也在平行的时空里爱着我们。重返狼群的往事就讲到这里，更多的故事在天地间。有人终将离开，雪花终将覆盖，遇见你那刻也是分离的开始，日暮会迎来散场，昙花会终将绽放，盛开那刻是消失的开始，遗憾堆砌成莫忘。重返最初的模样。
雪花终将